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刚刚做完皮革的基本保养，那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皮件的一些常识知识。像真皮皮件日常使用需要注意什么呢？因为真皮比较怕油污，不过它其实不太怕水。如果你不小心弄湿了呢，只要把它擦干就好了。那如果水已经渗透了，你就用干布把多余的水分吸干，然后吸干之后放在阴凉的地方让它阴干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拿去晒太阳或用吹风机，想说要快一点让它干，用吹风机烘干，千万不可以，就不可以直接晒太阳跟用吹风机。你只要稍微可能不小心泼到水，赶快用干布擦。那已经发现它有点渗透的话，你就用干布压着把它吸干，然后自然让它阴干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因为你如果不小心湿了，你拿去晒太阳或用吹风机吹的话，其实湿的皮革它会因为遇热就会脆化，然后就会产生龟裂啊，或者破掉。所以其实皮革变质的原因有很多种，通常都是因为湿度不均衡造成的。像有些真皮皮革它也会有龟裂跟破损，所以潮湿的环境呢就会造成皮革发霉，或者是你太常就是使用保养油去保养它也有可能因为保养油通常1个半月再使用一次就好了。如果你太频繁的去使用的话，也会导致皮革上面的毛细孔堵塞，然后皮件就没有办法保持透气的状态，渐渐干燥之后它就会产生龟裂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怕它碰到水的话，你可以去用那个防水喷雾，但它只有防小雨跟防泼水，无法彻底的防水，但总比你直接这样接触水，然后又没有做好妥善的处理会来得好。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皮夹上面有轻微的刮伤怎么办呢？如果你不小心可能像这种荔枝纹的它是防刮伤的，就不会有感觉。那如果是那种素面的或者比较浅色的，你不小心你的钥匙去划到它有一条刮伤的话，你发生的当下可以试着用指腹这边有些油脂，你慢慢的去摩擦，然后顺着刮痕去推拭，直到那个痕迹顺着皮革的油脂然后慢慢变淡之后，就会比较好处理。你就可以去买皮革的修补膏，或者是我们平常在保养的那种咖啡色的保养油，它有些微的补色效果，就是你稍微把刮痕推掉之后，然后回去赶快上咖啡色的保养油，也会对那个刮伤有帮助。那如果真的是伤痕那个刮痕太深的话，无法处理的话，或者是面积太大，就只能去专业的那个包包的专门的店，请师傅帮你处理。那通常这种保养油呢，有些人家里没有，他就会想说，那我可以用乳液或鞋油或者是可丽奶来代替吗？那保养油还是会建议就是挑选皮件专属的保养油，成分会比较单纯，可以挑选牛角油啊、貂油啊，品牌的保养油都可以。因为保养的时间其实不多，就是1个半月只要一次，而且它用的量也不多，所以你只要买1瓶就可以用很久。那如果真的你就是非常急需马上保养，手边又没有保养油的话，可以用刚刚说的那些乳液那些来做保养嘛？其实不建议，因为乳液、婴儿油跟绵羊油可能会阻塞它的毛细孔。但如果非得在这里面选一个的话，首选就是绵羊油。绵羊油可以应急使用，但不要涂太厚。那可丽奶呢，就比较适合合成皮革，因为可丽奶也是化学合成的保养油，不建议使用在真皮上面。它可丽奶可以使用在合成皮革。那鞋油呢，通常就会含有蜡的成分，或是油过于浓，会让毛细孔阻塞，所以不建议。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皮夹呢有发霉的状况，可能太潮湿放久了，它有发霉的状况，你就可以先用干布把它擦掉，然后使用75%的酒精再擦拭一次，把那个霉菌都擦掉之后呢，
就用保养油保养一次。那我们之前的影片有介绍保养油保养的方式，可以参考一下。所以你只要发现发霉，你先用干布把它擦掉，擦掉之后再用酒精消毒一次，然后用保养油保养，之后把它放在通风处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把霉菌霉斑擦掉之后，发现有个污点在，那可能也是霉菌丝已经破坏了真皮的表面，所以菌丝已经深入到皮革中了。这时候就可能要请专业的店家去清除它的霉斑。如果你没理它的话，可能会越来越严重。那以上就是一些皮革，就是你使用真皮皮革的一些小常识跟小知识，分享给大家。今天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